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的6月4日，今天呢是我们纪念6·436周年的特别节目。每到这一天，说到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啊，今天我还专门托朋友看了一下，是不能参观的，都关闭了。地铁是不停天安门这一站的。北京的各大学都是严控的重点。说到高等院校，包括很多的企业，停止一切集体活动，就不能扎堆了。每年到这一天，从大陆到香港，中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他们的提醒，人们就是想忘却，大概也做不到。说到这件事儿，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习近平，就是中共。这场血案一直是共产党头上的一场噩梦。经过了36年，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当年的那种痛楚和悲怆，从愤恨当中已经走了出来。我们的心情已经变得足够的成熟和强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平静的口气来讲述当年的故事了，来面对当年的那一幕幕了。当然呢，今天我讲述的有些内容可能在以前的每年的纪念活动中讲过，但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我认为还是有意义、有必要每年再把它回顾一遍的。有人呢用6·4屠杀，或者是简单的用6·4来代表和描述整个的89民运，我认为呢是不够准确的。6·4那天是发生大屠杀的日子，它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是整个89民运的一部分。一般命名一个运动，都是从开始的时间，或者是以最高潮的时间来命名的。比如说到这场89民运，它标志的起始时间应该是4月17号。当时呢，政法大学的学生们第一次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是开始。说到高潮的时间，应该是4月27号。4·26社论出台以后，激发了学生们举行规模浩大的那场4·27大游行，那天我也在场，特别是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参与，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后边还有5·13宣布绝食，5·18人民大会堂的那场对话，5·19赵紫阳到了天安门广场，5·20宣布戒严，包括5·23那场100万人的大游行，大家喊打倒李鹏等等。最后到了6月3号宣布清场，当夜就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因为这场大屠杀确实是震惊了全人类，所以最后这场运动，很多人就把它和6·4画上了等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了。那我们就把时间定格在这血腥的一夜，咱们今天就回顾一下36年前那震惊世界的那一夜，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首先，6月3号晚上10点，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开始发布紧急清场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的播放。然后各支部队就开始动手，西路向广场开进的部队有38和28集团军，有63集团军的188师。从东路开进来的部队有39、40集团军，有天津警备师、坦克1师。从南路打进来的部队有空降兵第15军，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还有20、26、54集团军。从北路开进来的是64集团军，这都是后来吴仁华老师他们做过非常详细的研究追索得出来的这些最终的结果。临近晚上10点，38军开始率先开枪杀人。
晚上10点左右，32岁的航天部第2研究院283厂的技术工人叫宋晓明，在5棵松的十字路口中弹身亡。这是已知的第一个6·4的遇难者。杀人最多最狠的部队，现在得知是38军，地点就在西长安街的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木樨地的屠杀情景是最为惨烈，后来那个地铁各方面那个墙上全是弹孔，这儿是最惨的。其次是空降兵第15军，它的地点在朱市口前门那一带。54集团军始终都没有开枪，但是他的官兵后来跟群众也都滚在一块儿了，他的官兵受伤的人是非常多的。说到当晚参与围堵军队的民众超过了100万，在军队开枪之前，民众是没有杀害军人的行为的。只要军人停止前进，民众们就给欢呼，就给鼓掌。20集团军58师173团数百名官兵就被6、7万民众堵在了天坛公园的东门以外，一直就动弹不得。后来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了。到了11点30分左右，第一辆装甲车冲进了广场。这是38军112师装甲车队的322号装甲车，他的指挥官是这个师的技术部修理助理，叫李博，还是个上尉。这位李博他生长在北京，对北京的路况非常熟悉，他带领了这辆坦克车冲进了广场。他的父亲是北京装甲兵的一个领导当然这位李博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说到在整个的过程中，那现在听着都不可思议了。当时的人民日报等报社的很多的记者，官媒记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屠杀现场记录这些军人的罪行。说到官方最怕留下罪证，很多的现场拍照者都中弹遇难，包括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文，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华社的代培人员叫陈来顺，包括北京乐坛中学的高中生王楠等等。这里边呢是记录了吴老师他们记录了几个非常血腥的片段。说北京顺城根小学9岁的3年级学生吕鹏和他的妈妈，在西长安街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的时候，正好赶上38军开枪滥射，结果这个小朋友胸部中弹身亡。清华大学的学生，这还是当年北洋政府段祺瑞他的一个侄孙，叫段昌龙，试图调解紧张对峙的军民，刚一上前，有一名军官二话不说，用手枪对准他的胸部开枪，这位段昌龙当场死亡。在西长安街，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吴国峰连中3枪倒地，一个军官过来又补了1枪，结果一个士兵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终身亡。到了0点15分许，又有38军122师的2辆装甲车冲进了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大道，风驰电掣，是横冲直撞，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根本不减速。凌晨1点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所有人立即离开，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在广场上，很多市民和少部分学生在听到了紧急通告之后，开始离开广场。到凌晨20许，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了几千名的学生和市民了。凌晨1点25分，一路开枪前进的空降兵第15军43旅2营，
在这个营长周家柱的率领下，抵达了天安门广场的南侧。后续部队陆续抵达。该军的副军长叫左印生，跑到人民大会堂向清场指挥部报告。当时的指挥部人员非常的兴奋，这位周家柱后来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共和国卫士，一路升官。凌晨1点30分，从西长安街杀成血路的38军抵达了天安门广场的北部，集结在天安门城楼的前面。随队指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祁连运兴奋地通过电台向清场指挥部报告广场的情况，说到38军这支部队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广场大概也就6-7公里，38军花了4个小时才到达，可见沿途民众是如何奋不顾身地进行阻拦。空降兵第15军和38军后来都宣称是自己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其实最先抵达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这个师呢驻扎在北京火车站，离广场大概只有2公里。0点010分，他的先头部队就从东南角进入到了广场，他们集结到了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面对天安门的那一侧。凌晨2时许，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郭海峰这是学生的等10多个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回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东边的东长安街遭到集结在这个地方的38军部队开枪扫射，司机当场死亡，郭海峰等人被捕。官方后来谎称说郭海峰等人起初焚烧天安门城楼。凌晨2时许，38军派出了一支特种小分队来清理天安门广场北面南河沿这一片的地带，北面边沿的这些地带吧。结果位于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字联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被点燃。凌晨3时许，39军的116师347团在团长艾虎生的率领下，600多名官兵，全体官兵上了刺刀，抵达了广场。是这个116师唯一他是呈建制按时抵达广场的一支部队。这位艾虎生他的爸爸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他以后呢一路升官，成为了成都军区的副参谋长，中将军衔。大家想象，600多官兵挺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了广场。当时广场仅剩的大概3000多名学生集中在纪念碑的附近，那个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们喊话：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民众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这时候就上演了那一幕，刘晓波把一支从工人手里交过来的枪在纪念碑的栏杆上砸碎。当时集中在纪念碑周围的3000多学生手无寸铁，连10块木棒都没有，决心以和平的方式面对中共的残忍。从木樨地等屠杀现场跑回广场的有一个同学叫邵江，当时哭求现场领袖率领学生们撤离，说是太惨了，不能再死人了。但当时柴玲、李路、封从德等人依然坚持不同意。最终，侯德健和周舵等几位乘一辆面包车来到了广场的北部，和38军接触谈判。最终，戒严部队同意学生撤离。到了凌晨4点整，天安门广场的灯就熄灭了。广场上的人都感到最后的时刻来临了。数千人悲壮高歌国际歌，说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然后这时广场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到这时，已经提前进驻到人民大会堂的27、65集团军以及63集团军的187师，大家都知道，纪念人民大会堂从那个高台上就冲了出来，黑压压的一片就涌了出来。27军由3个侦察连、1个步兵连组成的特遣分队，在军部侦察参谋赵永明的率领下，向纪念碑的基座挺进。任务是摧毁学生指挥部，抓捕学生领袖。到这时，金水桥前的38军的装甲车和坦克也集体向广场推进，碾过一座座的帐篷。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就推进到了纪念碑前，那儿有一个铁旗杆，那是挂原来别的旗子的。当时呢，在这个坦克面前就跟一根豆芽菜一样，后来有人回忆，轻易的就被他撞倒了。4点30分，广场重新亮灯，数以万计的军人从东西北3个方面潮水般的涌向了纪念碑的基座。由于学生们没有做任何的抵抗，27军的特遣分队端着机枪、冲锋枪，很快就冲上了纪念碑的底座，开枪击毁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后来留下的那些纪念碑上的枪眼就是这么来的。当时摧毁了学生的指挥部，这时候柴玲、李路等学生领袖藏身在学生的队伍当中。纪念碑的东南角，也就是纪念戒严部队所谓的学生和平撤离通道，这里也集结了大量的军人，挥舞着棍棒驱赶学生，导致很多学生被打伤。中共当局后来一直谎称军队没有在广场开枪，广场没有死人，但现在已经知道有多名学生在广场遇难，这里边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和天津师范大学的李建成都死在了当场。清晨7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在6步口拐上了西长安街，大家这事儿还没完。然后呢，他们避开了路中央的快车道和慢车道，他们沿着自行车道走。结果坦克1师的3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的率领下，一边开枪释放军用瓦斯，一边快速的在追压学生的队伍。其中编号106的坦克冲向了学生队伍，造成了11人死亡，多人重伤致残。现在在美国的那位原来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正先生被压断了双腿，导致高位截肢。也就是撤了以后，他们还遭到了这样的追压。说到另一个瞬间呢，有很多的亲历者都回顾，在这场屠杀当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还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界的这些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着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共军的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说到北京的民众在这一刻表现得可敬可佩，直到军队开枪之后，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仍然为保护学生们，他们在奋战。从凌晨1点30分到转天清晨的7点，在天安门的城楼的东侧，民众数次冲击38军的警戒线，试图冲进场内声援学生，结果军人至少4次上演了大规模打靶一般的扫射，民众伤亡惨重。清晨7时许，数以万计的民众把28军的车队堵在了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有民众从附近的邮政医院，当时把那个血衣死人身上的扒下来，向这帮军人来展示，结果导致军长何晏然、军政委张春明带头消极抗命，不顾中央军委派来的直升机在上空下达的进军的命令，
最后他们弃车而去，导致这个集团军的31辆装甲车、2辆电台通讯车在内的74辆车被烧毁。在整个的过程中，军警死亡了15人，但现在我们知道，死亡的时间都是在6月4号凌晨1点之后，也就是在军人6月3号晚上10点开枪之后，其中7个人和民众的暴力无关。这里边有一个39军的少校，他也是一个新闻干事，叫于荣禄，他死的是最冤的，因为立功心切，在部队受阻的时候不听劝告，他穿着便衣跑到广场上拍清场的照片，结果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这就是在那一晚上啊，这只是一个侧面，以广场中心为主发生的可怕的那一幕幕。那现在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整个的屠杀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呢？现在呢是有3个数据。根据英美两国这几年解密的外交文件，他们认为在6·4的死亡人数总计可能要高达1万多人，这是他们的数据。包括呢前2年是有一个资料爆出来，说的是31978人，这里边还附上了详细的地点和各类的人士，当然有很多说的都是对的啊，那非常恐怖的精准。但是呢，负责记录6·4事件的著名学者吴仁华老师呢，他之前是跑过北京近200家医院，跑了100多个戒严部队开枪的地点，负责资料的搜集。他在统计了各家医院容纳的死难者遗体的数量之后，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红十字会发的那个2600多人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现在有3个数字啊，英美他们公布的是1万多人，前一阵呢跑出我不知道那个是从哪儿出来的，是3万多人。吴老师呢大概判断是不到3000人。这3个数字啊，未来由历史来做出检验。那说到当年36年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因为每个人只站在一个局部，谁也不能完整的描绘当时全貌。但是中共他是看得到全景的。2001年在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有人呢就提出是不是可以给6·4平反。江泽民当时是拍了桌子的，当时大声说6·4如果平反，在座各位都要人头落地，6·4是永不翻案。说到这个片段是后来被几个渠道都交叉证实过的，这一点呢应该是比较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能也不敢把当时的情景给人们看。说到所谓的平反，你必然要伴随着要公布一些真相，而一旦公布那些画面，人们会疯掉的。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敢看，不敢面对，他们害怕这些东西一旦摊在阳光下，共产党大概就不存在了。所以说那些东西是非常可怕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36年前的那一夜，共产党和他们的党卫军对中国人民都干了些什么。号称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的中共，就在这一天命令他的野战军，是保家卫国、老百姓花钱供养的一支野战军，用坦克、机枪和刺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展开了屠杀。中国上下几千年，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说到当年的真相，我认为呢，以吴仁华老师为代表的几位前辈，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今天的节目也引用了他们当时的很多内容。我认为现在除了中共作为国家机密严格保密的一些内容之外，吴老师他们已经基本描述了这一场运动的前前后后。
整个的样貌到现在说应该是基本清楚的。但是呢，我认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缺憾，那就是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也不是一波人了，他一波一波的换，就这几波学生领袖，却很少讲述他们自己当时真实的经历。你比如当时他们作为领导者，哪怕是一个阶段性的领导者，当时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后来有严明富啊等等这个中共的官员在和他们保持联系，那和中共当局的那些勾兑，当时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说了些什么？包括那个学生高层内部的各种斗争，发生了多次的分裂，以及整个从头到尾这一系列决定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说到这么重要的内容，到今天我认为基本还都是空白，这些人还都在，可这些人集体不约而同的都没有吐露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我真心期待这些人勇敢地讲出他们当年的那些故事，因为这对于将来的人们来说，这都是宝贵的经验教训。我希望他们也勇敢地面对自己，即使当时自己呢可能是比较莽撞的、比较幼稚的、比较天真的，或者是怎么样，可能做过很多他们后来认为是错的事儿，我认为那也应该面对历史，勇敢地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有分量的这方面的回忆这个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吴老师他们就没办法了。那说到今年纪念的主题，我认为呢是反思。大概10几天、20几天前吧，在脸书、推特上，人们就开始了广泛的争论，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反思。当然呢，这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撕裂，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朋友呢把其中的几个问题也转给了我，那我呢也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吧说说我的一些基本的看法。比如说有朋友问说，你们在节目里经常强调学生们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作为统治者，他们就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吗？你说学生们当时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晕头晕脑，不知道明确的那种方向感，不知道该如何掌握节奏和妥协。那当时统治者也傻乎乎的，他们也没有经验。那你比如说当时东欧、苏联各方面骨牌式的倒塌，中共是在这个浪潮下，那他们出于恐惧采取的自保行为，难道不能被理解吗？这是一个问题那结合这个问题呢，我们确实需要做一些反思。首先，作为学生和当时的参与者，确实有当时历史的局限性。当然，现在很多人评价6·4都是站在现在的视角，也可以简称上帝视角。最近呢，特别是最近这次讨论，冒出来了很多事后诸葛亮，认为呢，当初学生们其实有很多的失策，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冲动和盲动，认为呢，如果要这样，如果要那样，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我看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认为这场89民运破坏了政治改革本来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本来是有可为的，结果就因为学生们的这场蛮干，导致局面功亏一篑。这2天讨论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这种说法。当然呢，更有甚者，有的人甚至认为，就是因为学生们不懂事，不知道适可而止，不知道如何收场，最后逼得当局开枪杀人。这个逻辑关系，好像中共杀人都是学生们给逼的，那好像6·4的这场屠杀，主要的责任在学生，在那些学生领袖们。那说到今天呢，我们纪念他，这是个神圣的日子，我们不能说骂人的话，不能说刺激性的话。我只是想说，事后诸葛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评价历史，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学生们也一样。算上前面的那个四五运动，在中共朝，中国人几乎没有搞过任何大规模对抗政府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那文革的时候那是很多的呀，但是和中国共产党干那还真没有过。四五运动严格讲也不是这种性质了。说到六四也一样，当时没有清晰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明白的领导人，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第一次，凭着一腔热血就冲上去了，没有经验，也没有外国组织给指导指导，这就是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你放到现在30多年后啊，我们想明白了很多事儿，看明白了很多事，但在当时人们是不懂的。当时的人们他就处在这种状态，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呢？你随便说，现在一个初中生都可以穿越近3000年，跑到那时候给孔夫子教他的数理化，现在的一个高中生都可以跑到2000多年前教诸葛亮如何统一中国，那么厉害的人物，现在一个高中生就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那现在很多公知啊，老民运都认为自己比当年的孙中山还要厉害，还要强。但这种上帝视角啊，除了显摆你自己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的人干当时的事儿。说到当年，周永军、郭海峰、张志勇这3位学生是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举着那个请愿书。我看现在有很多人都特别耻笑，又把那照片给翻出来。为什么要跪着呀？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局限性嘛。当时人就这样的呀，当时的中国人就处在这个阶段，大家都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一身的毛病，这有什么好耻笑的呢？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啊听到前半段都没听过后半段。当时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浏阳的3个青年于志坚、于东岳和鲁德成，这3位用鸡蛋和颜料就砸向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像。结果这3位被广场的民运学生扭送到了公安局，后来这3位都被判了重刑。这个很多人知道，别忙。还有，就当这仨人被大学生扭送到公安局的时候，外国记者一直在旁边拍照。结果几个大学生竟然围攻这些外国记者，禁止他们拍照，并且要抢夺记者的照片。那记者对此也不理解，死活不给。结果大学生们一拥而上，要进行强行抢夺。结果这帮外国记者面对着这些争取新闻自由的大学生，他们抗议式的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他们对面的这些人是高喊争取新闻自由的。这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一幕。刘晓波在后来的那本书里边是做过深刻的反思的，那本书的名字叫《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当时有这么一段话，他是这么写的，说现在想来，国际歌在当时的确最能表现广场上的气氛，国际歌的鸣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场运动的性质。它绝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它是奴隶们的一场反抗运动。你还唱着国际歌呢，那这场运动的性质基本也就定了。国际歌是共产党的党歌啊，共产党开完大会全体起来要唱国际歌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当时的人们的历史的局限性啊。看不起是吧？这在当时已经是中国人的天花板了。别忘了，当时还没有东欧剧变呢。柏林墙是在3个月以后才倒塌的，天鹅绒革命是4个多月以后的事儿啊。
天安门已经算是为天下先了。在当时，很多共产国家的精英们都是没头苍蝇，大家基本都是这个水平，谁也强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呢，这个不能指责这个当年的这些先贤们、这些英烈们啊。当然，总结经验教训是对的，但是如果单纯以后来的输赢结果对当年的这些参与者持完全鄙视和完全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对前人的不客观和不公道啊。那他有局限性，那作为统治者就没有局限性吗？我认为这件事儿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件事儿是不存在的。首先这个没有那种恐惧啊，你看别人都一个一个的倒塌，那有看的那种例子，所以说共产党当时在恐惧之下，为了自卫，为了自保，不存在这件事儿。苏东剧变刚才讲是在6·4之后，就在那一天，波兰在当天举行了第一次的民主选举，只开放了议会的一部分，那时候还没选总统呢，只在议会里开放了一部分。大部分还在共产党手里攥着，开放的那部分供民众来选择，是个有限选举。所以说，当时中共处在什么骨牌效应的恐惧，那是不存在的。反而是因为有了6·4的这个先例，在后边3-4个月，那后边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当中，都没有爆发大屠杀的事件。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的军人们都看到了这场6·4事件，他们有了这个血的教训和思考，所以在后面的革命中，军人们纷纷拒绝执行命令，包括后来在苏联应该说就是这场中国的6·4血案，为后边的各国人民争取到了不被屠杀的命运。说到6·4的意义是全球性的，是世界性的，当时的这些人的血并没有白流。当时呢，血淋淋的一幕幕被电视台、被各路媒体传达到全世界，可以说挽救了后来无数革命者、抗争者的生命。那说到统治者，不能向爱国青年、爱国学子开枪，这不是什么历史局限性，你懂不懂的问题。北洋军阀都懂，四人帮都懂，这是最起码底线的问题，这不是局限性的问题。即使是暴力清场，也不能用坦克碾压和机枪扫射的方式造成大规模人员的死亡和受伤，这是极其残暴的国家恐怖主义，无论如何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于这场大屠杀讳莫如深，一直用各种新闻管制、媒体操纵。今天尤甚，网络上一个字儿都不许提你今天你那个智能那个 DeepSeek， 你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看他回答吗？那海外可能那个版可能还回答，你问在中国国内，如果有听众朋友，你问问那个 DeepSeek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能告诉我吗？你看他回答吗？所以说他们非常知道，这对这场屠杀是赤裸裸的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一场犯罪，再有局限性也没有用这种血腥犯罪来做解释的，这个无论如何都解释不了。所以说这个呢必须把这个原则要说清楚。第二呢，今天有朋友问我当然呢这是个老问题了。那说如果当年邓小平不镇压，最后让广场上柴玲乌尔开西他们这帮人他们掌握了天下，那你难道认为比后来的那些江泽民他们那些人强吗？那中国非天下大乱不可吧？说这些话的呢，我相信凡是我们要说到6·4，身边总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什么邓小平的女儿等等，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这场屠杀来做辩解。包括前几年明镜的那个疯狗和平疯狂的咆哮，说的也是这件事儿其实呢，这是一个阴险的偷换概念。
前2年我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就想请问，如果你经历了6·4就是8·9学潮，当时人们的目的是推翻中国政府吗？小波讲了，还唱国际歌呢，还跪在人民大会堂，还请愿呢。当时人们是要推翻你吗？是为了让柴玲、乌尔开西当中国领导人吗？当时热血青年们的诉求，我相信每个人都记着。当时那3个学生跪在那儿请愿的时候，就那份请愿书里边就装着学生们的所有的目的。所以说到这种歪曲和误导是没有用的你现在用这种来抹黑那你让他们干，谁有过这样的想法呀？你不用用这种事儿来歪曲抹黑所有的支持者们。现在人们呢，当然尤其在墙内了，包括在海外，你像我们新西兰这个是老少粉红爷们儿是人数是多的呀。我可以基本上保证，今天在这儿我们有什么电视台，也有广播电台，华人的没人敢提这件事儿。我是在新西兰在广播电台里边，我做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唯一的一个公开敢说6·4的人，顶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在海外都有这样的恐惧，但是我实话告诉大家，说到中南海的那波的人比我们还恐惧，还害怕。每年的这时候，孩子们都忘了，你想过了36年，严格讲算2代人了。经过这样的掩盖、封杀、封锁，很多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不是那带货的那小伙子拿这个坦克还开玩笑呢嘛，最后差点让人给封号，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说到中南海那帮人心里，他们记得比谁都清楚。每年的这个日子，作为我们大大方方的纪念，想起当年的热血的那一幕幕，我们有时候还很激动呢。但是说到中共的那帮人，他们是在硬着头皮，他们在硬熬。所以说到这一天，最不好过的实际是他们。包括现在的很多人他后来都写回忆录嘛，都在想办法往外摘自己。你比如说当时的陈锡同我不是什么戒严总指挥。李鹏呢，据说拿写日记跑到香港什么发去，当时什么集体领导不是我。当然呢，这个邓小平的他那几个姑娘他那几个女儿也都想方设法的为邓小平辩解。别呀，当年的理直气壮啊，当年的旗帜鲜明啊，这时候怎么一个一个的都开始往回蔫溜了？因为这帮孙子都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个结局，他们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而且他们也知道离那个日子大概也是越来越近了。那说到第3个问题，今天也有朋友问我，说如果今天再发生类似事件，那中共还会像当年一样坦克、机关枪开枪镇压吗？这也是个老问题了，每年都有人讨论比如说当年李鹏曾经对外国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做过辩解，说当时开枪呢是因为装备不健全你没有橡皮子弹什么水龙炮什么的，水炮没这些东西。当时那啥意思意思当时开枪呢是不得已我这确实是没别的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说到这个辩解，应该说是荒谬的。为什么呢？在6·4之前的10几年的那个4·5运动，杨梅剑出鞘那次，当时还他妈为这个邓小平为他大家为了给他鸣不平，就那场4·5运动，当时还4人帮呢，为什么没开枪那时候的装备不是更差更落后吗？那时候就一帮工人民兵抡着棒子队儿，也没说坦克机关枪你中共当时明明是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手段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故意用这种雷霆手段，想以此来立威，彻底镇住老百姓。他们是采用这种极端的暴力手段，是故意的，他们要的就是这个血腥的效果。所以说到这一点，在未来的审判当中，他们是逃脱不掉的。
如果大家啊，你没经历过那个场面，但是后来是有这么6·4的那么一个纪录片、一个专题片的，大家是看得到的。包括现在吴老师他们翻出了很多的照片，那些遗体等等，我看到的，因为我们家住在远郊啊，住得远，我们当时看到是几个学生啊，呼天抢地的就往这边跑，医院呢哪有医院？就从我们家门口过去了，一个板车，一个3轮车，上面躺着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一斜茬7个枪眼儿。你告诉我，这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实在是没别的家伙事儿了。那你说到今天，会不会在当街进行屠杀呢？我想是不会了。为什么呢？不是他心慈手软了，是中共他也在总结经验教训。历史证明，上边搞的这种雷霆手段、血腥屠杀，效果并不好。他们现在已经精明多了。说到这场事件之后，他们也总结教训嘛，立刻就有大批的军人转为了武警。为什么呢？野战军杀人，这实在是太人神共愤了，这太说不过去了。武警杀人比这就要好听一点。所以说后来他们也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震爆武器啊，这几年的高科技上他们全有了。所以说再下一步，你比如说出现类似这样的事件，香港和新疆模式将是他们的主要方式，6·4模式已经被他们淘汰了。咱们以香港为例，你先闹，我忍着，然后我就派人变装进去，近距离拍你们这些人的照片，人脸识别，搜集各种资料。那你总有歇着的时候吧，等风头一过，等你回家，你总得回家吧。你躲开这个人群，到了背后，到家就来掏你，一个也跑不了。说中共已经升级到了一种更狡猾、更阴险、更精准的方式来打压老百姓的阶段，这样的效率最高，成本最小，引起的社会国际的那种愤怒啊，那种舆论的愤怒更小，骨子里一点没变过。所以说到呢，这还会再这样吗？大概是不会了啊。大概呢，香港模式，香港后来这抓了多少人呢？那也没有到啊，最后都突突的这个阶段啊。那说到第4个问题，今天也有朋友问，那你说人们会忘记6·4吗？36年了，时间太长了，很多孩子现在连听都没听说过，家长也不敢给孩子讲，怕孩子出去啊嘴没把门的出去说，给家长造成连累嘛。大家呢都在如避蛇蝎一样的回避这个话题，人们真的会忘记这件事儿吗？说到这件事儿呢，应该说中共是错过了自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的。说到当年的那场4·5运动，棒子队打人呢，打的人头破血流，也抓人，当时镇压也死人了啊。但是中共呢，后来自己主动面对，他主动给翻案了，而且他当时做的呢还很有技巧。这不是共产党干的事儿，这是4人帮干的事儿。他成功的把这个事件从一个党帮干的事儿变成了一个个人事件，和党和国家可没关系，是我们党内出了个把坏人，咱们把他打倒就完了。他用了这么一种模式呢，这事后人们大概也就谅解了。当然6·4的这个性质是更恶劣、更血腥的一场暴力，但我们别忘了，中国人的这点国民性就摆在那儿。如果中共照方抓药再来一遍的话把责任推到个别人身上，比如说李鹏或者是怎么样，不能说彻底解决吧，但后来的这些，你比如说到了胡温等等，这些人可能就会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当然呢，当时因为既得利益者江泽民这些人还活着，因为这件事儿他们也说不清，他们也不敢面对。当然现在的习近平当初他就是坚决支持镇压的，当然他不是主要的凶手了，但他在他那1亩3分地儿他也没闲着。所以说呢，这个态度现在就
到这步已经说什么都晚了。人们会忘吗？我认为人们是忘不了的。前车之鉴，228事件发生在1947年之后，国民党和中共一样做了全面的封锁，绝对不许说那种白色恐怖38年的戒严啊！大家想啊，为什么原来我还觉得这老蒋公我还挺敬仰，原来北洋的时候还算是个英雄啊，抗日的时候也算是个英雄。但是后来呢，这38年的戒严，当我看到那一幕幕的画面，当时的郑南榕先生，当时的美丽岛事件等等那种思想审查，那种说抓人就抓人，他只要活着，台湾就会一直戒严下去。台湾那时候已经都4小龙了，还处在戒严的状态，所以说这种法西斯统治的本性他就摆在那儿了。所以说对这个人的英雄气概，当我面对着那一个个的画面的时候，荡然无存。所以说对这老蒋公现在当然他有他历史的局限性了，但作为我们一个现代人，我不知道谁还会去敬仰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他那个什么中正广场变成自由广场，很多人都赞同。哪天呢，把他那个那尊像给扔到哪个公园里边去，我相信这个也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了。所以说呢，当时是做了非常严酷的封锁，但是53年之后，当第一次政权轮替的时候，228事件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全民大讨论，变成了国民党的原罪，使他们丢掉了政权。53年够久了吧？几代人了。但人们不但没有遗忘，反而更恨你。当时的人们可能还能考虑到统治者也有他当时的苦衷，但是后来的人听到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是无论如何不能体谅你，不能原谅你的。越往后人们的文明水平就越高，历史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嘛，后人对前人就会更苛求更严格。所以说如果要由10年20年以后的孩子们来审这段历史，审判当年的凶手，每一个都会被送进地狱的。所以说越往后这件事儿对中共和当事者就越不利，他们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就越恐惧，就越打压，就越积累新的仇恨。说到这道64，这个64就是他们的一道催命符，越勒越紧，直到这帮人一个个的走进地狱，接受最后的审判。所以说我就盼着这个时间早一点，别让这帮人都死绝了下边的一个问题呢，有朋友讲说，你以前在节目里说过北京人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你什么道理呢？所以说到这场运动，我认为刚才其实在前面已经讲了，这场运动的主角前面的那个聚光灯下是学生们，但是这个整个的舞台，这场大戏是北京的市民。你要说他们是一个集体的主角，我认为是的。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太太告诉他的时候，小波当时就讲，这个奖是给64所有的亡灵的。每次回顾64的时候，我发现呢，在其他朋友在回顾，我也听我也看我发现大概也就是我一直在大力的给大家强调这个了不起的群体，就是北京的市民。很多人呢都放在那几个领袖身上，放在当时的那些细节上。我认为这个了不起的北京市民的群体，我认为这是我一直要大力的在提醒大家当时是有这么一帮人的。如果像小波说的话，如果要有一个什么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我认为这个奖应该给当时的北京市民。1个多月的时间，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中断了，当时派出所都是大门紧闭，当时警察们天天就打台球打麻将，他们也不出来，他们也不管事儿。但是在那段时间，后来的统计，北京的犯罪率几乎是0，连小偷小摸都没有了。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干一件神圣的事情。我之前讲过，20多万的军队包围北京，结果被堵在了各个交通干线上。当时在北京公路、铁路加起来几百个路口啊，300多个路口，大的啊，大家想想当时有多少市民在参与，上百万的市民齐心合力支持保护着这些学生们，封堵着各路大军。这帮人不但要给学生们补给，还有给那帮堵在卡车里、火车里的军人们送水送饭。我们都知道，历来的大型的民主运动都伴随着打砸抢烧，伴随着趁火打劫的那种违法事件。但是在那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这儿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可以负责骄傲地跟大家讲，北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原来就这样吗？我也不这么认为。好像在那段时间，人们的觉悟、思想认识好像突然就提高了，整体水平上了一个大的档次。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们包括自己，我们在干一件什么事儿。我在北京长这么大，我那1个多月看到的是最文明、最可爱、最齐心的北京人。直到屠杀开始的时候，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记载无数的人们用血肉之躯堵着向前冲的军队，直到这帮孙子一路无差别地向人群扫射之前，人们都想不到共产党竟然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北京是闹过5次的，当时的北洋政府没向民众开过枪。北京是闹过4、5的，刚才讲所谓的4人帮，也就是动用个棒子队儿。北京城存在了将近3000年了，当然这说的有点夸张了，连日本鬼子都没有这样无差别的扫射过老百姓拿机关枪突老百姓，但共产党邓小平他们就干出来了。说到北京人，我们都知道确实有很多的缺点和毛病，但如果你经历了那段时间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帮人是最了不起的。后来当我们看到香港那帮年轻人，包括那些市民们100万、200万人大游行的时候，我情不自禁都会回想到当时的那个热血沸腾的那1个多月的北京。还是那句话，8、9学运舞台上是学生们，但支撑这个舞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每年的纪念的时候都很少有人提到他们，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呢，我为自己是当时的一个北京人，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已经不是学生了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来参与到来旁边来观察来参与这场伟大的运动，我认为我们是配得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说到第6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那难道不能对这场运动提出质疑和反思吗？我认为当然应该反思了。说到这场运动，我们都已经给它定了性了是非常伟大的。作为一种民众的自发的这么一场运动，当然你让小波讲，这不能给拔高到一场民主运动，当然当时可能也没有这些明确的这种诉求，是一种反抗运动。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做的是一种大家从事了一种神圣的反抗运动，我认为这是没毛病的那这么一场性质的运动，难道就不能质疑，不能在里边挑毛病，不能反思吗？我认为当然应该可以了。你比如说最早我认为大声提出反思的就是苏小康老师。当时呢，他就指出说，当初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对于自身的动机和责任缺乏深度的反省。共产党那是邪恶的，他们是刽子手那帮人早晚要进地狱，要接受历史的审判，这个我们都定了性了。那作为学生们这儿，作为当时可以左右这场运动的一些领导人们，就没有自己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哪怕是当时我们如果要理智一点，这样那样，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自觉的反思？苏老师认为没有，这么多年他也没有看到
刚才我也讲了，我没有看到这些人写过一个完整的回忆录，当时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当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想知道，你比如说当时的方励之老师他是怎么参与的？当时第一代高自联的，第二代、第三代，后来大概有4、5代高自联的这些领导人，前面的人怎么都不干了？怎么被人选下去了？这一开始这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财富留给未来的后来者们，因为这都是未来的经验和教训呐。所以说，你说苏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认为说的是有他的道理的。你比如说，于杰先生也讲，我们必须直面6·4运动的失败。当然，对这场运动，如果你结果论的话，那可能是一场失败。但如果从某种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我并不认为他们是一种失败了。但于先生认为呢，你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直面他的失败。不能以一种什么英雄领袖而自居，你们为此是有责任的。那么多人死了，难道你们到今天都不能扪心自问吗？说到于先生的这种质疑，我认为也有他的道理。你比如说胡平老师一直在提当时扼腕叹息，如果当时见好就收就好了。如果和当局能达成妥协，上面还有赵子阳外边呢，当时中国80年代嘛，美国呀各方面整个的周边大环境多好啊！如果能过了这一关，那后边东欧就开始了，柏林墙就垮了，那一个一个的就都上演了。然后那个大势第2波再传到中国来，那时候共产党可能就不敢这么干了，因为后来人家都倒了。到那时候可能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是很遗憾，这也是这个民族的命吧。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凡是现在，比如说当时如果在这个点这种叹息的，确实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了。那当时的人就这个眼光，就这个素质，你就发生在了柏林墙倒塌之前，天鹅绒革命之前，苏联轰然倒地之前，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没办法后悔，没办法假设的。包括刘晓波后来痛彻心扉的反思，现在能够做到真正对着镜子直面自己的，人们公认就是刘晓波先生。所以说呢，当然这些话有的听起来确实是不好听，包括当年的一些学生领袖们也不愿意接受，但我说到这个已经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呢？对后来者来说，对这场运动的总结和反思，甚至是质疑，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未来的年轻人们如何组织下一场运动呢？如何来和中共当局博弈呢？就在同一天，波兰是进行了一个半开放式的选举。当时的瓦文萨和雅鲁泽尔斯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他们之间是如何进行配合，如何进行妥协和博弈，这里边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所以说，这都值得未来的那些年轻人们来学习。这里边斗争中有妥协，妥协中有坚持，也有斗争。所以说这里边呢，并不是一味看谁说话最狠，谁的主意最硬谁的主意最不要命当时呢，确实人们是没有这种经验，如何不被这些激进分子所绑架，这确实是一个经验教训。如何把期待的大步走变成一个一个的小步走？所以说，未来对运动的组织者们，这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步一步地推进社会的变革。所以我认为呢，与其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把目光盯在以前的那些领袖身上，在追他们的责天天逼着那帮人把事儿说清楚，我认为你也别苛求他们了就是让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认为不如我们大家大开大合的我们进行总结和讨论。当时我们哪儿做的应该更好一些？未来的学子们，未来的年轻人们应该怎么做的更棒一些？从6·4的这场伟大运动中
吸取经验教训，提供给未来的年轻人，让他们赢得下一场伟大的运动。所以我想呢，今年第36年，这就算是一个坎儿了。明年我们的纪念和讨论，我认为重点毫无疑问要放在这方面。所以说明年我们会是另一番的景象。最后呢，我还是想对墙内的朋友说几句话，每年我都说这几句话了。遍观古今中外，自由从来都是拼命争取来的。如果大家都不敢争取，在这几天连6·4这样的事儿都回避，都选择性遗忘的话，那请问在墙内的人们，你凭什么拥有自由呢？你们配得上拥有自由这2个字吗？当然我说这话有点不负责任啊，你在海外你说什么都行，但是在墙内，那你连这都不敢，甚至连过个念头都觉得如臂蛇蝎，不行，这太可怕了。那自由会从天而降吗？我认为这个呢，大家还是要自己问一下自己，特别是看看我们的孩子们，难道他们不应该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呼吸自由的空气吗？我每年都讲，6·4和6·1只差3天。我们是不是能跟孩子们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再有血腥和恐怖，不会再因为用不同的方式爱自己的国家而被屠杀？我想每年在这个历史时刻，每个炎黄子孙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呀。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致6·4的死难者们啊，我们所有人没有忘记你们，你们没有白死，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永垂不朽的，早晚要给你们立一座自由纪念碑。我相信我们这些人，包括观众朋友们一样，我们最终我们大家一块儿努力，一定会实现我们最终共同的这个理想。所以我想呢，大家不要泄气，我们的日子还长呢。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节目啊，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老时间的直播中再见。